深夜我刷视频，在评论区跟人吵起来，我打了一大段话，骂了个爽后，对方却不说话了。他沉默半晌，缓缓打出一句话：嘿嘿，我现在就去杀了你。我刚想笑，微信却突然弹出一个完全陌生的头像，他发来的消息竟然是我家的地址定位。我的心咯噔一下，连忙回复：神经病，你他妈谁啊？对方却不再理睬我，我盯着手机许久不见回复，心情稍微平缓了一点，应该是巧合吧，也许只是发错人了而已。但突然收到陌生人发来的定位，居然还是自己的住址，属实让我心里有些发毛。一片漆黑的头像，没有备注，网名是一个骷髅头的表情，怪瘆人的。回忆许久，我怎么都想不起来这人到底是谁，直接删了算了，按下确定键。我端起手机继续刷视频，刚点进一个美女的直播间，屏幕上方又弹出微信消息，我点进去一看，心里顿时一惊，又是这个熟悉的黑色头像。他发来了一张照片，照片里是空无一人的公交车厢，没有开灯，黑乎乎的，只有正前方的 LED 滚动灯牌散发着微弱的红色光芒。我的目光瞬间被灯牌上的滚动字吸引住了。303路夜班，南江绿湖公园紫荆花苑小区。这趟夜班车的终点站正是我所居住的小区。什么意思？他要来我这里？我不是明明已经把他删掉了吗？心跳加速，我感到事情的不对。这时我的余光注意到一处细节，照片的右下角露出了拍照者的半截手，虽然光线很暗，但依然能依稀辨认出有个长条形的东西被他握在手里。下一秒看清后，我后背冒出了冷汗，那是一把刀。我去你大爷的！你他妈谁啊？你到底想干嘛？我吼着脏话，连文字带语音发出去好几条，对方却再次沉默。等了半天不见回复，我坐不住了，从被窝里爬起来，拨开窗台边的窗帘，朝楼下看了一眼。寂静的夜间马路，只有昏暗的路灯，别说是公交车了，连个人影都没有。我觉得自己有些神经质。对方仅用一张黑漆巴糊的照片就把我吓成这样，实在是太蠢了。可心里却抑制不住地恐慌起来，迈步钻进厨房，我从厨具架上拿下一把菜刀，口中振振有词道：你要真敢来，老子就叫你知道什么叫有去无回，谁怕谁。就像听到我的话一样，手机叮咚一响，音声弹出消息，又是这个黑色头像。他再次发来一张照片，仍然是那个昏暗的公交车厢，镜头正对着滚动字灯牌，再有3站就到紫荆花苑了。他离我越来越近了，妈的，还真是个疯子！我的心猛地吊起来，2步窜到客厅，把大门反锁上，然后拿出手机直接拨通了报警电话。喂，警察吗？我要报警，有人要杀我，他在来的路上了，手里还拿着一把刀。这种情况我们算作恐吓威胁处理，你关紧门窗，保护好自身安全。如果他真的来了，我们会出警对其抓捕。听筒里接警员沉稳的声音，慢慢抚平了我内心的恐慌。随后，接警员记录下来我的所在地址，并让我添加安警官的微信，把嫌疑人恐吓威胁的聊天记录发给他，以作证据。小兄弟不要怕，他要是真敢来，我们5分钟之内就会赶到。添加了安警官的微信后，我第一时间就把黑头像发我的消息全部转发过去，包括他本人的微信号，总共就是这些。麻烦安警官了。几秒后，对方却发来几个问号，并说：你什么都没发呀？啊！我的呼吸变得急促，连忙又截了几张图，转发了他的所有消息过去。可安警官的回复让我坠入了绝望，我什么都没收到，微信号也查无此人。什么情况？为什么和他有关的消息和截图都没办法发送给别人？我反复试了好几次，每次都是一样。安警官发来他那边的界面截图，确实只有我的对话气泡，就好有一张无形的网，把黑色头像有关的信息全部过滤隔绝了。如果说刚刚只是害怕被杀，那么现在已经变成对超自然情况的恐惧了。妈的，他到底是什么东西？不仅删都删不掉，连截图都发不出去。我的睡衣被冷汗浸湿，止不住的给安警官发送消息，想说明现在奇怪的情况。别怕，应该是网络原因，你做好个人防范，把门窗关紧，有动静直接报警。输入框里的文字打了又删，我思考良久，尽可能让我冷静下来。叮咚，突兀的消息声在寂静的深夜里无比刺耳，指尖微微发抖，很可能又是那个人发来的。我甚至不太敢看了。果然，点进去依然是一张照片，图中的场景不再是公交车，而是变成了一栋楼房，拍摄角度正对着单元大门，门玻璃上映现出一个模糊而黑暗的影子。这栋楼我再熟悉不过了，因为这就是我所居住的单元楼。没想到这疯子这么快就到了，下一秒他发来一句话：嘿嘿，我来杀你了。如果你在评论区跟人吵起来，而那个人半夜来找你，扬言要杀了你，你会怎么办？这疯子这么快就到了，下一秒他发来一句话：嘿嘿，我来杀你了。无法呼吸的我拼命抑制住狂跳的心，裹紧被子，僵直的坐在床上，眼睛紧盯着手机。黑色头像发来消息：我在楼下了。紧接着他又说：我在电梯里了。2分钟后，他发来新消息：我在走廊里了。寒意彻骨，我不禁开始发抖，心脏几乎蹦出胸腔。1分钟后，消息再次弹出：我在门口了。我猛地坐直，透过虚掩着的卧室门看向客厅，不远处就是防盗门，静静伫立在黑暗之中。在他之外正站着一个可怕的疯子。我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会因为在评论区骂人而招惹上这种事，现在真是无比后悔。如果时间能回到2个小时前，我一定做一个温和有礼的短视频用户。敲门声骤然响起，我一个机灵强忍住恐惧走下床，手中紧握着刚从厨房拿的菜刀，手心里沾满了凉汗，悄悄抵至门口。我慢慢把眼睛贴到猫眼上，向外望去，赫然看见门外站着个人，他低垂着头，五官藏在帽檐的阴影里，看不清脸。他穿了件全黑色的塑料雨衣，把主要的面部特征遮挡得严严实实。我盯着他，紧咬嘴唇，不敢大声呼气。这个要杀我的疯子，仅与我有一门之隔。急促震耳的敲门声一下下撞击着我紧绷的神经，猫眼里他越凑越近，然后猛地将眼睛贴上来，一只布满血丝的眼珠占据了整个猫眼，他直勾勾地与我隔着猫眼对视，似乎能看到我一样。我擦！我不小心惊呼出声，左手握紧菜刀，屏住呼吸。我用另一只手快速给安警官发了消息：安警官，他来了，他来了，就站在门外。好的，我们马上到，千万不要开门。奇怪的是，信息刚发完，敲门声戛然而止，夜晚重归于静。什么情况？他走了吗？
我不敢放松，重新顺猫眼向外看去，那个身穿黑雨衣的人不见了。昏暗的走廊内空荡荡的，空无一人。我吞了口唾沫，只感觉浑身冰凉，冷汗如瀑，盯着猫眼又直看了好一会儿，这才放下心来，便拖着沉重的步子往卧室走，手指划拉着电话屏幕，看着他刚刚给我发来的几条消息，简直毛骨悚然。突然，下方一条新消息猛然蹦入眼帘：我在你背后。我大叫一声，挥刀就朝身后劈去，黑暗中刀刃劈了个空，什么都没看到，赶紧点开灯，喘着粗气环顾整个客厅，除了我根本没有第二个人。抹了把汗涔涔的额头，我握着菜刀愣了好一阵，然后一屁股瘫倒在沙发上，手指都在哆嗦，吓死老子了！我才反应过来自己被整了，那疯子进不来门，所以离开时特地发一条唬人的消息来吓我，真该死啊！手机又响了起来，是安警官发来的，嫌疑人已经被我们控制了，穿黑色雨衣，身上还有刀，我们在小区门口了，你下来确认下嫌疑人吧。太好了，心总算放下来了。缓了一会儿，我开门向楼下走去。如果你在评论区跟人吵起来，而那个人半夜来找你，扬言要杀了你，你会怎么办？安警官发来消息说，嫌疑人已经被我们控制了，穿黑色雨衣，身上还有刀，我们在小区门口了，你下来确认下嫌疑人吧。太好了，心总算放下来了。缓了一会儿，开门准备下楼，在等电梯的时候，奇怪的声音从楼梯间传出，呵呵，可能今天神经过于紧张了，我没太多在意，径直走进电梯，心里也在想着幸亏安警官来得及时，否则不知道会发生多可怕的事。走出楼道那一刻，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，因为不远处的小区门口并没有人。我赶忙拿出手机给安警官发消息，消息打了一半，安警官突然回了一句：“嘿嘿，你出来了。”心里咯噔一下。而年久失修的灯此刻也散发着昏暗的灯光，时亮时灭，平常再熟悉不过的景物，此刻在我眼里分外恐怖，甚至每一处光线照不到的地方，都有可能藏着这个握着刀的疯子。怎么办？我该回家还是跑出去求救呢？突然，余光瞟到了距离我5米不到的地方，站着一个人，他就在楼道口，身穿黑色雨衣，头戴棒球帽，脸上遮着口罩，只露出一双眼睛，而那双眼睛正直勾勾地盯着我。我的心猛地一沉，感觉浑身冰凉，我啊一声叫了出来，只想尽快地甩掉他，使出全身力气奔逃。果不其然，他也立刻跟了上来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看到不远处的保安室，呼喊地跑过去，但透过玻璃我清楚地看到保安小哥也倒在了血泊中，他把保安小哥杀了。我额头上渗出一层冷汗，我得赶快拐出小区，然后一口气甩掉他，继续拔腿猛跑，根本不敢回头看。我大口喘着气，感觉肺要炸了，仍旧不敢停下，因为我们这里是小县城，大家很早都关灯休息，所以我接连着拐了几条街区也没遇到人。回头望去，夜色浓重的街道下，那个穿着雨衣的疯子早就不见了，甩掉了吗？正当我长舒一口气的时候，身后突然传来一个声音：“你跑什么？”我吓了一大跳，回头看，立刻松了一口气，是一名民警，应该是正在巡逻。我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，迅速把今晚的经历和警察描述着。我被带到警局做着笔录，随后才了解到警局里从来没收到过我的报警电话，所以说之前我在家报警，添加安警官微信都是假的。全是那一个变态的自导自演，我一直都在他的控制下，包括当时他砸我家门，当我在门眼看到他与安警官沟通的时候，他消失了，其实就是他一直在回复我的消息，他享受的就是这种掌控的快感。通过监控，很快警察把他带了回来，除掉口罩的他是个非常陌生的面孔，他叫郑杰，是我们区的一名快递员，本身自学过网络安全技术的他，通过我家里 WiFi 操控了我的手机，所以我电话也打不出去，消息也发不进来。警察还在他家发现了一本日记，10月5号，自从小西部直播后，他的状态好像好一些了，真希望他能好起来。再看到他的笑容。10月8号，小西今天走了，如果我早点知道你的痛苦该多好，是那些对你恶言相向的人害了你。10月10号，小西，我决定为你报仇，那些伤害你的人，我会让他们付出代价。由于我在网上恶语相向，更加刺激到他有了想杀掉我的想法，并且因为工作原因，保安小哥长期对他的辱骂也让他无法忍受。而在网络中，总有一群人不现身份藏在屏幕后，在他人身上毫无顾忌倾泻着自己的喜怒哀乐，一边津津有味的吃瓜看戏，一边戾气满满的发表评论。即使不明真相，但总要推波助澜。我们与恶的距离到底有多远？你相不相信？也许你曾在网络里杀死过陌生人。如果你突然收到了陌生人的求救短信，你会怎么办？一连串的短信提示因在寂静的夜里突兀地响起，我随手看了一眼手机，竟然是个陌生号码。请你一定要相信我，我就在马吉小区 A 幢1201，我被我老公囚禁了，他往死里打我，拜托你救救我。面对这一连串诡异的求救短信，我一脸的莫名其妙，稍加思索后，冷汗一下子冒了出来。我家就是 A 幢1201，可屋子里只有我一个人，哪有什么被囚禁的女人？多亏我平日里胆子大，否则肯定会被吓哭。尽管有些发慌，我依然在心里安慰自己，肯定是有人在恶作剧。直到那女孩说出了出租屋的陈设和布局，以及墙上的划痕和涂鸦时，我真的怕了，心就像打鼓一样砰砰作响。她说她就在这里，难道我遇到了阿飘？我下意识地想要逃离这个恐怖的地方，可他接下来的短信让我更加匪夷所思。拜托你别不理我，我才26岁，如果你不救我，我肯定活不过这个端午节。现在是正月，新年才过不久，哪里来的端午节？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如果他是阿飘，完全可以直接对我下手，没必要大半夜给我发这么多条消息交涉。我犹豫了许久，终于回复了一句：你到底在哪儿？我就在大衣橱里。女孩的话让我毛骨悚然，我心虚地盯着距离自己不足2米的衣橱，因为白天我才刚搬进这个房子，衣服都还没来得及收拾，所以衣橱一直没打开过。我咽了口水，生怕下一秒有人推门而出。深呼吸2下后，我蹑手蹑脚地走向了衣橱，猛地拉开门，里面空荡荡的。我敲了几下衣橱的内壁，甚至还喊了几声，根本没人应答。被耍了。
我不满地嘀咕了一句。女孩的求救短信依然对我狂轰滥炸，仿佛我不救她，她马上就会死掉一样。我有些急了，再次来到衣橱前，借着手机灯光，我竟然看到木质的衣橱上有指甲的抓痕，上面还斑斑血迹。从颜色看，似乎已经很久了。女孩的求救信息依旧在发，我甚至能感觉她的无助和焦急。突然，我发现衣橱下有个暗格，用力拉开后，里面有一个破旧的笔记本。我小心翼翼地打开，上面有星星点点的血点和被泪水淹过的痕迹。这是一本破损的日记，主人名叫苏玉，日记记录着苏玉被男友囚禁的每一天，页面残缺不全，不过可以看出记录的时间是前年。我粗略地看了几眼，最后一页的内容让我目瞪口呆。今天老公的朋友来家里做客，喝了酒的他大发善心，给了我一部没有卡的老款手机，让我玩游戏解闷。我知道时日不多了，心里怕得要命，根本没心情玩游戏。就在刚刚，这部手机上突然多出一个陌生号码，我激动不已，尝试着拨打号码求救，可惜没有卡，根本拨不通。我异想天开地发了消息，竟然发了出去。日记的记录时间是2021年6月13日10时21分，日期恰好是端午节的前一天。难道是2年前的苏玉在向我求救？这也太匪夷所思了。为了验证我的猜测，我大胆地回了一条消息：你是苏玉？我是。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。你那里的时间是2021年6月13日。是，拜托你一定要救救我，我不想死，求你了。别怕，我一定会救你的，相信我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放下手机的刹那，我惊奇地发现日记最后一页又多了一行字：谢天谢地，他竟然答应救我了。这种匪夷所思的事，竟然真让我遇到了。我迫不及待地打开电脑，搜索马吉小区端午凶杀案的相关消息，可惜内容寥寥无几，并没有价值的线索。我很着急，多迟疑1秒，那个时空的苏玉就多一分危险。于是我拨通了房东电话，听到我问端午凶杀案的事情后，房东的语气都变了，紧张又惊愕。没有的事情，你别胡说八道。我只是想问一些细节，你如果不说，我就把你这房子是凶宅的事情捅出去，说你欺负我们外地人。我直截了当地说。房东架不住我的疯狂追问，只好开了口：前年端午的事情大约是白天8、9点钟。听到这话，我的心猛地一颤，那个时空的苏玉生命已经进入了倒计时。我也够倒霉的，刚把房子租给他们不久就出了这种事儿。女人的老公平日里待人很和善，没想到那么残忍。听警察说，女人喝了牛奶直接昏迷了，随后就被杀害了。房东的话让我毛骨悚然，我的目光不自觉地瞟向衣橱，倒吸了一口凉气。凶手抓到了吗？你是说她老公吗？自杀了。挂了电话，我觉得周围冷飕飕的，浑身都是鸡皮疙瘩。这个地方太过恐怖，我1分钟也待不下去了。就在我准备坐电梯下楼的刹那，我看到对面1202门板上有2道被利刃砍过的痕迹，突兀又诡异，我吓得差点喊出声，连滚带爬地钻进了电梯。等到我到了酒店时，浑身都是冷汗，我颤抖着双手把苏玉老公杀人的时间和方式告诉了他。我还在网上查了一些逃生的细节，也一五一十地发给他。我不知道能不能帮到他，可我能做的只有这些了。等了很久，苏玉也没有回复。就在我紧绷的神经慢慢放松时，手机突然响了起来。你听过楼梯恐惧症吗？尤其是在晚上爬楼的时候，这种感觉更加明显。那天我刚加完班，到家楼下的时候大概10点半左右了，看着电梯缓缓往24楼走去，想到马上要到家了，我整个人都松弛了下来。突然，电梯里的灯一明一灭的狂闪起来，我明显感觉到电梯开始无规则的上下颠簸，我吓得神经一下子绷紧，赶紧把电梯所有的楼层按钮都按了一遍，也同时按着电梯里的求救电话。然而等了半天，却没有任何反应。好在大概过了5、6分钟，电梯在20楼停了下来，打开了门，我赶紧冲出了电梯，瘫软地倒在了地上。缓了好一会儿，我愣是死活不敢再坐电梯了，想着还有4层就到家了，就准备从旁边的消防通道上楼。但是消防通道里的感应灯很是昏暗，我打小就有楼梯恐惧症，上楼梯的时候总感觉身后会有人跟着我，但看了眼身后的电梯，还是咬着牙走进了消防通道。然而就在我开门的刹那，突然间一个人影闪到了我的面前，我吓得脸色煞白，死死咬住嘴唇，映着昏暗的灯光，我才看清那是一个戴着鸭舌帽和口罩的男人。他似乎也愣住了，眼睛死死地盯着我，并往旁边退了一步。我暗暗松了一口气，小声地说了句不好意思，便往楼上走去。然而就在我与他擦肩而过的瞬间，我似乎发现了他衣领上有血迹。这个认知让我的脑袋嗡的一声，冷汗一下子冒了出来。我假装淡定，僵硬地继续往楼上走，而那个男人似乎一直站在原地。我隐约感觉到他的视线其实一直在盯着我，这种无声的压迫感让我差点晕厥。好在没过多久，一阵下楼的脚步声传来，我也暗暗松了口气，便赶紧回了家。到家的安全感很快让我把这件事情抛之脑后，可我没想到第2天晚上，我正在追剧时，突然门外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，我吓了一跳，想着自己也没有点外卖或者有快递什么的，谁呀？
我警惕地冲着门口喊了一声：“我是警察，找您了解点情况。”听到是警察同志，我放松了许多，赶紧起身走到门口，顺着猫眼往外看，是一个穿着警察制服的男人站在门口。有事吗？我打开门，小心翼翼地问。昨晚你们这栋楼发生了命案，你有没有看到什么可疑人出入，或者是可以提供的信息？警察的话让我瞬间想到了昨晚楼道遇见的那个男人。我刚想脱口而出时，猛地想到了自己的人身安全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不好意思，我什么都没看见，也没留意到有可疑的人。这名警察盯着我看了一会儿，打扰了。他说完便快步离开了。关门之后，我便打开了业主群，可发现并没有人讨论这件事，物业也没有提醒，不会是警察弄错了地址吧？然而过了1周左右，我在看电视时，恰好看到新闻上播报了杀人犯被抓获，而那个杀人犯正是那天来我家的那个穿着警服的男人。我顿时毛骨悚然，一个答案呼之欲出。所以大家切记一点，出警的话一定是2个以上的警察，不可能只有1个人来。如果半夜你听到室友的呼救，你会继续装睡还是醒来帮他？我的宿舍是8人寝，那天只有我和叶子2个人在寝室。由于天气太热又没空调，在睡觉前我就把窗户打开了。可没想到晚上发生的事情至今让我心有余悸。睡得半梦半醒之间，我突然有种莫名不安的感觉，就像有人在一直盯着我看。我瞬间就惊醒了，透过蚊帐观察了一下，直到我视线扫过床尾方向的时候，突然发现那边有一块暗影。开始我以为是谁挂在那边的衣服，但我又仔细回想了下，床头那片根本就没放东西。这个想法让我顿时渗出了冷汗。而就在这时，我听到了一个离我很近的呼吸声，声音粗重有力。就在我怀疑是不是自己听错的时候，我清晰地听见了叶子在自己床铺上翻身的声音，而我正盯着的那个黑影居然动了。只见他缓缓移动到我的床边，此时我终于看清楚了，那是一个男人的身影，他应该是站在我床头一直盯着我看。我吓得一动不敢动，虽然是夏天，但我从头到脚都凉透了，我整个人也都吓傻了。2个弱女子的宿舍进来了一个男的，我身边就一个关机了的手机，能用来干嘛？从我醒来到发现对方，我足足盯着他看了将近1分钟。我不确定他到底有没有发现我醒了，他究竟是怎么进来的？我确认睡觉前反锁了房门，难道是窗户？可这里是2楼啊！想到这，我顿时肠子都悔青了。僵持间，我看着他缓慢地走到我床边的桌子上，拿起我放在那边的一些钱，清点了起来。我微微松了口气，他应该是没发现我醒了。我一边盯着他，一边思考着对策。首先，我手机关机，求救的话要先开手机，但开机后会有声音，绝对会被发现。不行。接着，我又想着要不要开门向其他宿舍求救，但我从床铺到大门有好几米远，门还是反锁的，中间耗时太长，万一男人随身带了什么武器，还是不行。也完全没有想过一个人单挑制服对方，我也肯定打不过。叶子还在睡觉，也帮不上忙，没办法，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。但我在害怕的时候会不自控地微微发抖，咽口水。我一边努力控制住生理反应，一边观察对方的动作。他一直在翻动着什么东西。过了好一会儿，就在我觉得自己浑身都僵了的时候，他的身影消失在我的视野范围内，脚步声依旧在宿舍内徘徊，伴随着轻微翻找东西的声音。这些声音刺激着我的耳朵，告诉我对方一直在。因为怕被他发现我醒着，也不敢转头去看那人现在在哪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声音突然全部消失了，整个宿舍一片寂静，只有叶子翻身的声音偶尔传来。他是不是走了？我鼓起勇气，轻轻转头观察着宿舍。突然，我在叶子的床边又看到了他，他直挺挺地站在那里，一动不动。刚刚想放下的心又提起来。叶子的惨叫声传来，我心里顿时咯噔了一下。趁着室友的声音，我立马爬起身，将手机开机，用着发抖的声音冲他喊：叶子，你怎么了？有人摸我。他的声音带着哭腔。此时我的手机已经开机了，打开灯光照向叶子的方向，就发现那个男的依旧直直地站在他床边，有可能被他的叫声吓到了。当时我也特别害怕，也完全想不到趁这个时间拿东西自卫什么的，脑袋都是空的，只想让他赶紧走，于是直接就对着那个男的大喊：你是谁？快走！那男的可能也被我喊得清醒了一点，没再直愣愣地杵着。几秒钟后，我听见对方落地的声音，接着是离开的脚步声。确认他真走了以后，我赶紧开灯，跑去窗边锁好窗户。锁上窗户的那一刻，我才真的算放下了心，腿软地坐在地上。随后通知宿管和保安，报了警。后续由于快放暑假了，我也不知道最后有没有抓到那个人。如果当时叶子喊我的时候，我沉默装睡，真的难以想象男人会做出什么事。但是从此以后，我们寝室再也不敢开窗睡觉了。我是个小偷，而我现在却躲在衣柜里主动报了警。快来救救我！我压了压帽檐，
抬头瞄了瞄四周，迅速将手里的宣传单卷起来，卡在马吉小区1203住户的门把手上。1204门把手上的宣传单还在，这是我3天前放上去的，依旧保持着之前的模样，说明住户已经至少3天没有回来过。我的脸上露出一抹得意的笑容。我叫唐玲，每天穿梭在附近小区各楼层发传单。不过这并不是我的主业，我的主业是小偷，门把手上的宣传单就是我的信号弹。入夜，我穿戴整齐，拿着工具再次来到马吉小区。之前我已经观察过了，这个小区没有监控，于是我大大方方走了进去。我熟练地打开1204的房门，一股沁人心脾的清香扑鼻而来。我轻轻关上房门，凭借头灯熟悉屋内环境。鞋柜里都是女性的鞋子，卫生间里只有一套洗漱用具和女性化妆品，可以断定住户是独居女性。我顿时放松下来，在屋子里搜索着值钱的东西。随后我便在大衣柜底层发现了一个沉甸甸的首饰盒，打开一看有些傻眼，里面竟然不是首饰，是2根金条。这姑娘还真是不一般。我将金条放进口袋，然后将首饰和原位置放好，关上衣柜门准备撤退。可当我刚走到门口，竟然听到钥匙转动门锁的声音。不好，有人来了！我的头皮瞬间发麻，情急之下直接躲进了大衣柜里。我长舒了一口气，下一秒是房门被关上的声音，紧接着屋子里亮堂起来。由于衣柜正对着门口的方向，所以透过衣柜门缝，我正好可以看到整个屋子里的情况。我看到一个穿着连衣裙的女人，她放下皮包，甩掉脚上的高跟鞋，坐在沙发上开始揉脚后跟。大约过了1分钟，女人从沙发上站起身，径直朝衣柜走了过来。我冷汗呼的一下冒了出来，暗道一声不好，如果女人拉开衣柜门发现我怎么办？将她打晕然后逃走，还是跪地求饶？女人的脚步声越来越近，我的心也提到了嗓子眼。女人的手已经碰到了衣柜门，我紧紧咬住嘴唇，将扳手用力攥在手里。突然间，女人的电话铃声响起，女人迟疑了一下，手松开了柜门，转身去接电话。我一只手捂着快要跳出胸膛的心脏，一只手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，幸好只是虚惊一场。干嘛？我刚到家。女人用甜的发腻的声音接起了电话，对方应该是女人的爱人，她对着电话在撒娇。既然想人家，就来看我啊，我做好宵夜等你啊。女人愉快地挂断电话，还有一个男人要来，那我岂不是更走不掉？原本我还想着等女人去卫生间或是睡着时离开，现在难度系数更大。我躲在柜子里心乱如麻，掏出手机看了看，周鑫依旧没回我消息。我咒骂了他几句。周鑫是我的男朋友，我们算是雌雄大盗。刚刚我就给他发过求救消息了，以往他营业时遇到困难都会给我发消息求助，我会按他的提示来到客户家里，以推销员的身份纠缠客户，吸引他们的注意力，帮周鑫脱身。今天我被客户堵在家里，他却没了音讯。客厅里，女人正拿着一瓶红酒倒入2只高脚杯中，她似乎心情很好，端起其中的一杯小酌了一口，在杯沿上亲了一下。接下来的画面会不会很香艳？如果我用手机拍下来，能不能卖个好价钱？我伸手拍了拍脸，强迫自己不要胡思乱想，眼下脱身才是最要紧的。终于，女人赤脚走向了卫生间，我猜她是去洗澡。果然，下一秒传来了哗哗的流水声。谢天谢地，我蹑手蹑脚地从衣柜里出来，高抬腿轻落脚到了门口。我还没来得及开门，门口突然传来了敲门声。我是个小偷，而我现在却躲在衣柜里主动报了警。快来救救我！我蹑手蹑脚地从衣柜出来，走到了门口，还没来得及开门，突如其来的敲门声把我吓了一大跳。我连滚带爬地逃回衣柜，心已经跳到了嗓子眼儿。静静，是我，你的小甜心。门外传来了男人温柔的声音，卫生间里的水声戛然而止。女人裹着浴巾缓缓地走了出来，然后打开房门。男人捧着一大束玫瑰花，恰好挡住了她的脸。久等了吧？我刚才特意去花店给你买了花，我猜你一定会喜欢。我很喜欢。女人笑盈盈地接过他手上的花，踮起脚吻了男人的脸颊。女人让男人进了屋，我还注意到他随手将门反锁，来到酒柜前。女人把红酒递给男人，男人借着拿酒杯的由头将女人拉进怀里，开始对她动手动脚。躲在柜子里的我五味杂陈，本来只是想偷个东西，没想到吃了一顿狗粮。别人的男友费尽心思讨女友欢心，我的男友连个人影都没有。这个周鑫果然很狗。你比玫瑰花香，比红酒更醉人。男人暧昧地说。女人娇笑着躲闪，二人调笑拉着肩碰掉了吧台上的酒杯，啪的一声脆响，吓得我缩了缩脖子。别动，我来弄。
男人恋恋不舍地松开女人，拿起扫帚收拾地上的残局。男人一直背对着我，看不清他的长相，可我总觉得他的背影很熟悉。女人把手里的酒杯递了过去，男人笑着接过去，一饮而尽。这一次，我终于看清了男人的脸，是周鑫。我惊讶地捂住了嘴巴，他竟然劈腿了，心像被人用刀子捅了一个窟窿，冷风嗖嗖地往里灌。我气得咬牙切齿，一拳砸在柜门上，狭窄闭塞的空间里发出砰的一声闷响，让我瞬间惊出了一身冷汗。我怎么忘了呢？自己除了是周鑫的女朋友，还是一个贼。衣柜里有动静。周鑫指着衣柜对女人说：“周鑫这个混蛋，我现在出去，会不会被这对狗男女灭口？”我新买了一套情趣内衣，就在衣柜里。女人风情万种地笑了起来。我这就去拿。周鑫两眼放光，口水恨不得流了下来。我恨得牙根痒痒，发誓只要周鑫打开衣柜的门，我就用扳手抱了他的头。他走路的姿势有点怪，就像喝醉了酒。周鑫的脚步越来越近，我的后背再次发凉。在距衣柜不足1米处，周鑫突然停了下来，眼睛一翻，一头栽在地上。我心头一紧，用力扣着手心，理智告诉自己不能出去。女人一脸平静地站在那儿，嘴角噙着一抹诡异的笑容。周鑫一头扎在地上后便不再动弹。女人蹲了下来，就这2把刷子还敢劈腿，真给男人丢脸。她说完这句话，突然看向衣柜，冲着我挑了挑眉。我吓得魂都丢了，眼泪噼里啪啦往下掉。好在女人并没有打开衣柜，而是转身进了厨房。紧张的气氛随着她的离开冲淡了一些。我不知道女人接下来要做什么，直觉告诉我，女人给周鑫喝的红酒有问题。我想把周鑫叫醒，担心声音太大会引起女人的注意，只能拉开一道缝，伸长手臂借助扳手推了推周鑫，可他连眼皮都不眨一下。女人很快从厨房里走出来，手里多了菜刀和电锯，身上多了一条围裙。她想干什么？一个可怕的念头在我的脑海里闪过。女人再次看向衣柜，不过眼神有几分温柔，还调皮地吐了吐舌头。我感觉衣柜里的温度又降了2度。她又走向客厅，打开电视，调了一档娱乐节目，并把声音放得很大。这个节目不错，女孩子都会喜欢。她的话就像是说给我听的一样，我的头皮不禁发麻。接下来的画面让我永生难忘，毛骨悚然。女人拉开了电锯，竟然把周鑫分尸了。整个过程干净利落，她连眉头都没皱一下，恐怖使我的每根骨头都在发抖，面如土色的捂住了嘴巴。女人将尸块打包拎出了房间，然后开始擦拭地板上的血迹。警察，我要报警！麻居小区1204发生了凶杀案，我是小偷，目前躲在衣柜里，快来救救我！我颤抖着编辑完这段话发了出去，祈祷着警察在女人发现我之前可以赶到。只见女人收拾好后，伸了一个大大的懒腰，轻轻说了声好困，然后躺在床上拉好被子。我祈祷着她赶紧睡着。很快，床上传来了女人轻微的呼噜声。我打开一道门缝，估算着逃跑的可能性。女人突然睁开眼睛，直勾勾地看着我，眼神里充满了戏谑，仿佛在说你就是我刀下的下一块肥肉。无尽的恐惧感让我一下子从衣柜里掉出来。女人坐起身，笑眯眯地看着我，怎么不躲了？我还没玩够呢。她竟然把之前发生的事叫做完。别伤害我，求你了！我瘫坐在地上，带着哭腔哀求她。我怎么舍得杀你呢？有了你，增添了我很多乐趣。女人勾着我的下巴，慢条斯理地说：从来没有人欣赏过我杀人的过程，你是第一个，是不是很荣幸？看着她兴奋的表情，我确定面前的女人就是个变态。我眼眶含泪，颤抖着说：我不行，真的，求你放过我！放过你？你已经看到了我行凶的过程，杀你灭口和做我忠实的观众，你只能选一个。我不会说出去的，真的，请你相信我。我哭着对她说：闭嘴！她突然变得暴躁，一巴掌把我扇得晕头转向，脸上火辣辣的疼。我给过你活下来的机会，既然你不珍惜，那就怪不得我。说完，女人举起刀朝我的脸砍了过来。我惊恐地尖叫了一声，直接晕了过去。醒来时，我的头如针扎一般疼，周围也是一片陌生。回想起之前的一幕，我赶紧伸手抚摸自己的脸，没有伤口，也没有痛感。难道我真的死了吗？你感觉怎么样了？一个警察模样的男人出现在我的视线里，我戒备地看着他，用被子裹紧自己。你不用害怕，你已经安全了。接到你的报警信息后，我们迅速出警，罪犯已经伏法。听完警察的话，我终于松了一口气，活着的感觉真好。那个女人太可怕了，想到之前发生的事情，我依旧瑟瑟发抖。后来了解到，女人因为被背叛，一怒之下杀了老公，之后便将那些垂涎她美色的男人骗回家，再杀掉他们，来满足自己的快感。周鑫就是那个精虫上脑的可怜虫。
他通过家里的监控一早就发现了我的存在，我就像小丑一样，在他面前丑态百出，而我也会受到法律的惩罚。我发誓以后再也不做小偷了。因为这件事，从此我们宿舍都不敢半夜上厕所了。这天周五晚上，我们心血来潮凑在寝室看《咒怨》，恐怖的视觉冲击让我们一个个心惊胆战，伴随着恐惧感，我们好不容易才睡着。结果半夜我的肚子突然隐隐绞痛，可能是白天吃的地摊不干净吧。我便起身准备去上厕所，但我刚拉开帘子，看着静谧漆黑的宿舍，显得尤为恐怖。这个电影的后劲着实有点大。寝室的厕所在宿舍外面，在我们寝室隔壁，也是走廊尽头。因为要走出宿舍，我隐约还是有些害怕。真是的，早知道晚上不看恐怖片了。我缩进帘子里自言自语道，看了下手机时间，才凌晨3点，离天亮还有好久啊。我欲哭无泪，纠结了很长时间，最终还是决定去趟厕所。我喊了我上铺的姐妹小美，小美陪我去个厕所呗。我敲了敲她的床帮，小美睡眼惺忪地探出了帘子。她一直都知道我胆子不大，看了我一眼，揉了揉眼睛，没说什么就下来了。我拽着她慢慢走出了宿舍，刚到厕所，映着昏暗的灯光，我顺手就拉了第一个隔间门，但却没拉开，可能是里面有人，我没多想，径直走向了第二个隔间，当然也没敢关门，就找着话题跟小美聊着天。小美，你有没有听过最近的新闻？就有个小偷去人家家里偷东西，主人都回来了，他躲在床底下刷视频，结果把自己逗笑了，直接就被抓了。这真是史上最悲催的小偷。一阵笑声从第一个隔间里传了出来，这笑声也特别奇怪，在安静的厕所里显得格外刺耳，让人头皮发麻。我和小美对视了一眼，意思这旁边是谁？按道理应该是我们同楼层的人，多少也打过照面。出于好奇，我就透过隔间下缝隙看去，这一看却让我不寒而栗，是一个人穿着老式的红色胶鞋，而且还脏兮兮的，这种鞋学生肯定是不会穿。最奇怪的是，这个人的小腿是笔直的，并不是在蹲坑的姿势，说明他就一直站在那边也不出来。我第一个感觉是这个人可能是小偷，等大家睡着了偷东西，我强装镇定地站了起来，心也提到了嗓子眼，惊慌地拉着小美就往外走，甚至不敢回头瞧上一眼。安全起见，宿舍的门我也没关死，一边看着厕所一边把寝室的人都叫醒了。小美去楼下喊宿管阿姨，我们剩下的人还在盯着厕所的方向，等了许久，一直到宿管阿姨带着人来了，也没见一个人出来。我紧拽住小美的手，看着他们进了厕所。此时第一个隔间已经打开了，里面没有人，阿姨他们里外都找了一圈，也没见一个人影。卫生间的窗户也是封死的，完全没有被破坏的痕迹。怎么会？我低呼出声，满眼的不可思议。我看向了小美，小美此时震惊的表情告诉了我，刚刚我们在厕所绝对是遇到人了，可为什么那个人消失了呢？从那以后，我们宿舍都不敢单独半夜去厕所了。你知道如何快速脱单吗？手机似乎听到了我的心声，作为母胎单身的我迫不及待地点了进去，但我没想到后面发生的事让我永生难忘。刚打开软件，我就看到了一个令我非常心动的女生，看着她的照片，感觉自己心跳从来没这么快过。我鼓起勇气跟她打了个招呼，很快她就回复了我，你好呀。想着自己应该主动一些，刚输入到一半，没想到对方先给了我回复，我叫小爱，我是第一次玩这个软件，我看到你照片觉得你还不错，咱俩可以多聊一聊。我真没想到她竟然会对我也感兴趣。从那之后我们就经常聊天，很意外小爱是个善解人意的女生，我经常忙过头忘了吃饭，她总会贴心的帮我点好外卖，哪怕我再三拒绝，不想让她这么破费，她却笑意盈盈地说，你总是不关心自己的身体，我会心疼呀。我们感情逐渐升温，甚至有一些想见见她的冲动，但我并没有被爱情冲昏头脑。我知道很多人说过网恋都是骗人的，不是骗钱就是对方长得很丑，更有可能是个男的。可小爱从来都没提过任何要求，甚至还愿意为我付出。我也提出过要跟她视频，现在吗？你等一下我梳妆打扮一下。小爱同意了。没过一会儿，她就发来一条视频申请。接通后，她笑意盈盈地看着我，我顿时松了口气，没想到是真的，我的春天真的要来了。这次晚上我们聊了很久，相约了在情人节那天来我家吃饭。时间很快就到了，我给家里好好的打扫了一下，等待着晚上的到来。一阵敲门声传来了，他来了，我非常惊喜，心跳也不自觉加快，深吸一口气打开了房门。小爱笑意盈盈地站在门口，我便邀请她进来了。在沙发上坐着的时候，我有些拘谨，悄悄看她，却看到她一直在低头玩手机。我微微蹙眉，刚想问一下她在干嘛，电话响了，小爱接起了电话，那头我听出来是个男人的声音。等挂断电话，我好奇地问他在和谁打电话，只见他突然用非常奇怪的眼神看了我一眼，我心下一惊，我想着第一次见你，给你准备了惊喜，我感觉此事我应该高兴的，但不知道为什么看着他我心里总有些毛毛的。没一会儿，敲门声响起，外卖来了，我觉得我此刻应该拦住他，
但显然他的动作比我快。只见小爱拉开了门，一个身穿黑衣戴着黑口罩的男子走了进来。小爱此刻就站在他的边上，看着我微微笑着。强哥，就是他。我看着小爱嘴中的强哥掏出了一把刀，对准了我，把你账户里的钱都转过来，现在马上，别耍诈，你有多少钱我们都知道。我慌得一批，看着这个男人魁梧的身材，我只能听话的照做，颤抖着把钱都转给了他。旁边的小爱还在那边碎碎念，亏我钓了他这么长时间，才从他嘴里套到了所有信息，真令人作呕。强哥，你可得多补偿补偿我。我冷汗滴落，原来这一切都是有预谋的。等款全部都转过去了，强哥突然来了一句，我们现在只图钱不害命，可你如果报警的话，你要知道你家里地址、公司地址我们全都知道，后果自负。说完这句话，他们两个就走了出去。我蹲在地上好久，不是我不想起来，而是腿软根本起不来。我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真的走了，会不会在反悔突然回来给我一刀。我望向了门口，此时大门敞开，漆黑的门口什么都看不见。鼓起勇气，我跑到了门口，把门反锁上。我还是选择了报警，毕竟只有报警才更能保护我的安全。我把所有与小爱的聊天记录还有资料都提交给了警察，可没想到他所有的信息都是假的，转账账户也不是本人。目前警察还在调查中，为了安全起见，我搬到朋友家去住了。希望大家引以为戒，网恋需谨慎，千万不要随意就把自己的信息都告诉给别人。